天空深邃的蓝，凌晨4点半，等待夜的黑被驱散，等待黎明的曙光。一起去看日出好吗？湛蓝宝石般的海洋和天空，绽放幸福的婚纱广场，静静守护海岸的海龟岩和拳头石，情侣约会打卡必访的北海岸最美伸展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你的鼓励是我们制作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哦。根据气象预报，今天会是晴朗的一天，高温宛如夏季，所以我们计划前往龟吼日出亭看日出。等待日出，心情仿佛被时光凝结，天空和海洋呈现出一片灰蓝色调，凉风吹来，带着海水的气息，不由得加了件外套。天空中的云层低垂而厚重，海平面依旧被云层笼罩，已经超过太阳预计露脸的5点34分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看表的那刻已经来到了6点09分，心情从原本兴奋和期待，逐渐转变为失望和沮丧。心里想着，我今天4点就起床了，其实也没怎么睡，真的好期待看到龟吼日出啊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虽然海平面没有耀眼光芒和璀璨的金黄色，景色或许不如预期，但是一小点日出却让我开心好久，抚平了之前的失落呢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并非一帆风顺，无论它多么渺小或短暂，专注于那微小的一点光芒，日出的美丽仍在。你说对吗？现在是早上6点多，跟着 Emily 的步伐，我们去欣赏北海岸的清晨景观吧。白色的浪花轻拍着海岸，伴随着清晨的微风，海水的凉意。远方的基隆屿，等着进港的货轮，晨起运动的人们，和一只凝视远方，静静守护着海岸的海龟岩石。这里是外木山情人湖滨海大道，这样的好景致，是不是勾勒出一种宁静和愉悦的心情呢？外木山海岸是基隆仅存最长的天然海岸，一侧为开阔的海岸景观，另一侧为标高230公尺的大武仑山单面山悬崖，是极富壮丽景色的海岸线。沿途每一个驻足都是无敌美景哦。沿着外木山情人湖滨海大道往前走，有一个半月弯形状的小沙滩——大武仑沙滩。大武仑沙滩是这里仅存的沙岸地形，夏日里是民众戏水、游泳、日光浴的好去处，也是夏季观日出的好地方。我们继续沿着北海岸往前走，欣赏美丽的海岸线，基隆、万里、金山、石门到三芝，每一段路程都有不同的景观，每一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魅力和特色。龟子公园位在北海岸台二线52公里处，入口处有座意象石雕，是民众喜爱拍照的地方。公园沿岸有着岩礁、海藻生物及滨海风光，这里有美丽的海岸风光，以及方便的厕所设施，是旅人休息的理想地点。从狮子公园的左侧步道往前走，这一带的海岸露出的岩层主要是中世纪的沉积岩和第4纪的火山岩流，海蚀作用十分旺盛，也因此万里一带的海岸线成为台湾海岸线的天然美术馆。拳头石矗立在海岸边，仿佛是大自然的斗士，捍卫着蔚蓝的海岸。
沿着海岸步道再往前走一点点，这里有个打卡景点——万里幸福广场，走的是地中海型风格，经典的蓝白色系，白色、纯洁、清新，蓝色、海洋、天空，蓝白色打造的幸福中，不仅框住了基隆屿海景，敲响钟声更让人钟爱一生。疗愈的蓝海深深吸引着我，无法抗拒。你也有这种感受吗？下一个景点是龟吼日出亭旁的维纳斯海岸。精准一点来讲，维纳斯海岸是指龟吼渔港和野柳之间绵延约 1.6 公里的海岸，千变万化的海岸奇岩景观和海天一色的蔚蓝景致，曾获选全台10大最美海岸的第1名。维纳斯是古罗马神话里的爱神和美神，光听这个名字，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浪漫和宁静、优雅和神秘。走在海岸边，心灵仿佛也得到了真正的宁静和抚慰。维纳斯海岸的尽头有一座骆驼峰岩石，最佳拍照点是从东澳渔港内拍摄，真的就像一只半躺的单峰骆驼。是近年新兴的万里四方景点，也是婚纱拍摄圣地。峰顶还有一座小碉堡呢，小碉堡是人工开凿的海防碉堡，共有4个景观口。每个景观口所围成的框架就像一个画框，完美的定格了海洋、天空和远方的景色。骆驼峰的纹路真的太美了，是自然风化形成的，像流水线条，像一层层的双麒麟，更像各种斑驳的黄色拼贴丝画。独特的纹路不仅增添了岩石的美感，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别人登骆驼峰用走的，对有惧高症的我而言，真的是用爬的。明明只是小山丘，但对我却是压力和焦虑的体验。人家走路靠右边，我只能一直低头靠山壁这一边，我岩壁前进，绝不让路的啦。有一个路人说：“小姐，阿明有惧高症哦。”哎呀，被看出来了，好丢脸哦。沿着路线，我们来到大鹏竹汤公园。近几年，经过新北市府活化改造，大鹏停车场公园变成竹汤公园。这里的竹汤是免费的，竹汤温度约37到40度之间。早上8点开放到晚上9点，星期一休息。每天会有清洁人员先将池子打扫干净，然后再放入温泉。这里的环境很清幽，连厕所也是5星级的，相当干净呢。万里大鹏停车场公园是万金自行车道的中途站，入口处设计有 U-Bike 租借站，喜欢骑乘的朋友也可以骑 U-Bike 往竹汤后方的脚踏车道看海去哦。继续前行，下个景点石头山和竹台双屿。想要登石头山看竹台双屿吗？ Emily 建议你可以从3个地方登山，基本上上山路都有阶梯前行，非常方便。第一个入口是先到水尾渔港，从水尾渔港检查所旁边的阶梯往上前行。要到水尾渔港，可以从金山云潭溪景观桥旁边的小入口进入。不要怀疑哦，虽然入口真的很狭窄，但开车进入之后海阔天空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水尾渔港了，还有停车场哦。说真的 ，Emily 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还真犹豫，说真的开得进去吗？第2个入口是直接开到黄港路上的石头山公园入口，前面有停车场，相当方便。第3个入口可以先到黄港渔港，
从黄港安检所旁边的狮头山步道上去，一路会经过民宅，可以俯瞰黄港渔港，风景相当不错。从这个入口进去，路稍难走，所以 Emily 较不推荐。虽是如此，但顺着黄港渔港旁边的黄港温泉体验步道前行，有黄金之汤可以泡脚哦。黄金之汤经台湾温泉研究发展中心证实为铁泉，温泉中的铁离子经接触空气氧化后呈现金黄色，是面有矿物离子结合后的漂浮物。由于紧邻海岸，海底温泉泉水有股淡淡的咸味，使人浸泡清爽舒畅。据说海水盐分可让皮肤清净美白，又有去毒和收敛效果。Emily 没有泡过，我也不太了解，就留给喜欢的朋友自己来体验咯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快上山去看烛台双屿吧。烛台双屿高约60公尺，背负着一段凄美的传说。站在狮头山海滨公园的中正亭，眼前展现出一幅壮丽的画面。观景平台上竖立着圆形框景，镶嵌着精工打造的不锈钢，上面刻着烛台双至。这里被誉为观赏烛台双屿和欣赏海景的绝佳之地，不论是远眺还是俯瞰，金山海岸的瑰丽地形景观，令人心驰神往，美不胜收。爱冲浪的朋友看过来哟！接下来这站是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，这里是北台湾数一数二的绝佳冲浪海滩。夏季每逢假日，就会有许多热血的冲浪客乘风破浪，有穿着比基尼的辣妹与不跟海浪涌起，冲浪者站在冲浪板上，沿着巨浪奋勇向前，充满活力，每次起伏，在海浪间展现自己的技艺和魅力。喜欢冲浪的朋友们可别错过这里哦！沿着淡金公路继续往石门的方向前行，来到了跳石海岸。这里的海岸四处可见圆润的砾石，是由万年前大屯山火山活动所喷落下来的火山岩形成，之后山崩，又滚落多数石块，渐渐地堆积出海滩。在海浪长时间的侵蚀与东北季风的吹拂下，造就成圆环的砾石滩。经过时别忘了停下来喝杯咖啡，欣赏风景。一抹浓郁沉香带着苦味在唇齿间蔓延，带来的是一份灵魂的慰藉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停了下来，享受咖啡的香气，大海的声音轻轻回荡，感受那份触动心灵的感动。炎炎夏日，拍照人潮众多，哦，救命啊！为了等这个画面， Emily 就快被太阳晒成人干了。马路对面还有网络上高名气的泰式料理可以品尝，假日如果没有提早定位，扑空可是常有的事呢。立在滨海公路台二省道上的石门洞，是新北市石门区的显著地标。走进石门洞，看到的是海天一色的美景。今天是灰色的海天景象，4点多，原本即将看到的夕阳，今天只见到微光下的一点点光芒。灰色的天空和大海，一抹微光，就像一张怀旧的黑白照片，带着时间的厚重感，唤起人们对过去时光的回忆和情感。石门洞是由海水侵蚀而成的拱门，
每年4到6月份是北海岸石门与金山间的野百合盛开的季节。很幸运，今天有看到盛开的野百合哦。这里的海岸有很棒的藻礁景观，是许多生物栖息与觅食的好地方，也是一个观察生物的绝佳地点。石门婚纱广场，这座结合时尚、景观、休憩的新兴据点，以白色色调为主体的地中海式建筑，加上洁白无瑕的钟楼回廊，海天一色，碧海蓝天。北关处耗资800多万元，将原来是一片铁皮屋摊贩区改造成全台首座婚纱广场，并于2008年正式启用。想跟心爱的人告白，向他倾诉你的心意，为你们的爱情故事增添一抹浪漫的色彩吗？来这里就对了，祝你幸福！灵山鼻木栈道是一座沿海岸而建的木栈道，位于灵山鼻渔港旁边。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中，男主角骑自行车送女主角回家的一幕场景，那段漂亮的木栈道就是这里哟。也来感受一下电影中的浪漫场景吧。我们去游玩的当天，巧遇拍摄婚纱的新人，在那样的场景中，不仅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和浪漫，也祝福他们永远幸福快乐。这里的沙滩颜色十分特别，是由白色贝壳珊瑚碎屑贝壳沙、黄色石英沙以及黑色铁沙混合组成。下次来可以试着用磁铁吸铁沙哦，我没试过，很好奇。这里的藻礁可是北海岸的一大珍宝呢。沿着水蓝色的波浪长廊前行，映入眼帘的就是知兰公园海上观景平台。知兰公园海上观景平台是北海岸最美的伸展台，长约57公尺的水蓝色长廊，中点设有超大型闪亮的婚戒，以大海为主色调，与壮阔的海景相呼应。夜晚有夜独特的美，桥两旁璀璨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着，宛如一道绚丽的珍珠项链，吸引我们到达终点的婚戒，感受到爱情的浪漫、承诺和力量。今天一大早出门，从日出亭的日出到北海岸最美伸展台的婚戒，沿途的海岸景观，骆驼峰，冲浪打卡景点，足汤，喝咖啡赏美景的跳石海岸，地中海风婚纱广场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每一个景点和活动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和感动。喜欢 Emily 的影片吗？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期见！